你有想要达成的梦想吗？你有想要改变的事情，或者是想要改变的环境，但是始终没有勇气吗？你有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一拖再拖吗？如果你想要过你心目中的生活，那你今天就来对地方了。结束之后，你将会对新的一年更有努力的方向，过更成功的一年。Hello， 大家好，我是兔兔药师缇娜王，这是兔兔，嘿，对宝贝，对宝贝，乖乖，好 ，OK， 可以把兔宝贝放下来了。我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你一起打造完美的2021。几分钟之内，你会学到3个简单的步骤来布局，创造美好的这一年。Fail to plan is planning to fail。很多人没有花时间来规划他们的未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过着他们想要的生活。就像有句话说得很好 ，Fail to plan is planning to fail。你没有在准备，已经在准备你未来的失败了。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来打败拖延虫虫，与梦想更接近一点。如果想要有更好的效果，请准备好你的纸笔，因为当我们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执行力会更高，而且可以让你的思路更清晰。我自己在烦恼很多事情的时候，只要写下来，就会觉得舒畅许多，因为我知道当我写下来之后，我就会想尽办法一一的去完成这些事情，不需要把我的脑筋花在无用的烦恼上，而是去想我的下一步解决的策略是什么。那我现在也来拿我的小本子，我专属 K-Spade 的 T 小本子，这里记录了每天的日志，也记录一年的计划。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起来计划。如果你现在在开车在忙，没有办法记下来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影片存起来，回家有空的时候可以补记下来哦。那我们就开始来做规划吧。那我们定定目标最主要可以分成5大类：财富、你的事业以及课业、你的感情、你的健康，还有你的享受。Step 1， 第一步。现在让我们一一的来讨论每一个类别的小目标。这边有一个小 pebble， 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要记得这5大点 SMART。 你定的目标需要是明确的，需要是可以衡量的，最好有数字，需要是务实的，而且呢要与你的核心价值可以相符合，而且要有一个期限。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健康。你可能会想说，我希望今年可以变得更健康。与其这样说，不如定一个更明确的目标。比如说，我希望我的体脂肪可以在今年以内降3个百分点，或者是我希望我在今年以内把血压降到正常值，或者是我希望在今年都可以每天觉得更有精神。那我自己是希望我今年可以持续的进步我的柔软度，在3个月之内可以成功的劈腿，有写下来就会成功。我其实去年就开始拉筋了，很多人很注重健身锻炼肌肉，可是却忽略了柔软度。其实柔软度对于我们呢有非常大的帮助。之前虽然都有在跳舞，但是没有把拉筋真正的当成一回事，可能在跳舞之前就随便拉拉。直到有一天我在外面爬山，要过一个小溪流的时候，看到河中的石头，我看着那颗石头看了很久，想说我到底要怎么跳过去。这时候突然让我惊觉到，以前我可能随便2下就这样跳过去，不会犹豫这么久的。现在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犹豫？只是一个浅浅的溪流，我竟然没有办法克服心魔的感觉。那在我开始拉筋之后，我发现遇到类似的情况之下，我反而就会变得更勇敢，就会像以前一样，比较不会害怕会掉到水里，会比较相信我自己的身体。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想要锻炼柔软度的话，你可以看我的影片，我把它放在下面的连结里面。我就是用之前在影片里面讲的方法呢，持续的拉筋，重点是持续持之以恒的拉筋，让我也发现我整个身体变得更轻盈，而且我在接受比较
高难度的动作的时候，会更相信我自己的身体，不会那么的害怕。我也发现身体的健康程度不只是影响到你的身体，而是影响到你的心理。因为如果你今天把你自己锻炼得很结实、很强壮又很柔软呢，那你在遇到很困难的挑战的时候，你只要想我的身体它会帮助我做一切的运动，你只要相信它，你就不用去担心说我会不会跨不过这个石头，或者是我会不会跌倒。而且其实我去年也买了平衡木在家里这样走，然后还有平衡球，因为我真的很在意，我只要遇到一个问题，我就非常在意，想要好好的把它解决。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我最近也买了一个桌子底下的踩脚踏车机，非常小，而且也很便宜。那就是因为神经内科的朋友，他每天看了很多这种老人痴呆、阿兹海默的病人，那他都会跟他们推荐买这个踩脚机。我就想对，我也要来预防一下老人痴呆。其实这样也是可以让我在边工作的时候还可以边运动，就边锻炼身体，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呢，你不仅是锻炼身体，而且你还可以帮助到你脑袋的发展。那其实在之前也有去一个 Mount Hermos， 它就是做一个挑战自己极限心魔的一个游乐设施区，就很像是走在天空上的感觉，下面完全没有任何的防护，那你就是要信任你上面你身上跟上面吊着的绳索，那种的压力其实真的就是心理上面的压力，但是非常好玩，非常刺激，希望开了之后还可以再去。那除此之外，今年我也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冲浪，之前有冲过一次，但是冲完之后全身是淤青，这一次希望可以好请个教练，然后全副武装的去冲浪。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是一个挑战自己，对我自己的期许。好，再来我们讲到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了解到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目标，你的动机是什么？因为当我们知道动机的时候，我们才会更有劲的想要去达成你的这个目标。好，所以你想要瘦身，或者是你想要降你的血压、降你的血糖的目标，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呢？可能是你的婚礼快要到了，你想要拍一个美美的婚纱照，又或者是你毕业典礼快到，你想要拍很漂亮的毕业典礼的照片。那我的话是希望可以让自己能更有信心的去接受挑战，无论是身体上的或者是心灵上的都是。那再来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三个步骤就是你要想一下，要达到目标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在公司里面，我们都会有每一年的目标。虽然说我们都会有每一年的目标，可是呢，我们也会有每一季的目标 ，quarterly 的 planning and review。这样子的用意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明确的知道说，我们每一个季，也就是每3个月，我们需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好比说你在爬一个山，你需要从这边爬到山顶，你需要爬6个小时。那你就想，如果我爬到1/4，一个休息的凉亭需要2个小时，这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目标好像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难，你更可以去接受这样子的挑战？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吓跑了，设立一个真正能让自己持之以恒的目标，并且分段的来检视，可以让我们更有行动力。所以用刚刚的例子，健康而言，你要怎么样达到你的目标呢？比如说每天提早刷牙，这样子你就不会再吃零食了。比如说每天提早睡1个小时，这样子你早上的心情就会特别好。那像我的话，就是每天固定拉筋10分钟。那我最喜欢就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顺便拉筋，比如说吹头发就可以弯下去吹就拉筋，讲电话也可以拉筋。10分钟其实你零零星星的加起来，很容易就会找到这10分钟，所以不要给自己借口，每天都要做。那为什么要每天呢？因为研究显示，当你可以连续做21天的时候呢，你的习惯就会养成，这样子你也不用这么痛苦的去逼自己做，因为它就变成自动驾驶，你习惯了。好，再来第2个，
目标是财富方面，如果你没有也没有关系，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在你人生现在的这个阶段当中，每一个目标你都有想要达到的点。你可能现在 focus 比较多是在课业，或者是在你的事业，或者是在你的感情，所以你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来编排你的目标。比如说你的目标可能是今年可以还完12000的学生贷款，所以有一个数字很明确的告诉你，或者是希望今年可以在湾区买到一个多少多少钱的小套房。那你就想一下，你有这个目标的动力是什么？不想要去担心贷款，或者是你想要成家立业。那其实我前几年也都有一直在关心湾区的房价，就发现房子非常的贵，房源也很少。今年因为 COVID 的关系，房源好像越来越多，而且价钱也有下跌。今年利率也是史无前例的低，所以是很多人下手的好时机。那这时候你就会想到，怎么样去达到呢？以刚刚学生贷款的例子，你可能是学习接案，比如说剪接、编辑影片，那它不仅可以赚到外快，同时它也可以增加自己的能力，在出社会之前有2把刷子。那如果是想要买房子的话，你可能会想要怎么样达到呢？比如说你今年的目标可能是想要学习投资理财，你今年希望可以在投资理财里面达到10% 的成长率，那以至于你可以赚多少的钱，这些都是给你们的一个参考。那事业跟课业的目标呢？比如说希望今年可以在年底之前得到升迁，又或者是希望今年可以在年底之前找到喜欢的工作，跳脱舒适圈。那其实几年前我在一次工作结束之后开着车回家，就感到非常的空虚。那个时候我就打给我朋友跟他诉苦，那我朋友就跟我说，哎呀，你这个根本是无病呻吟，你现在工作这么好，老板又这么好，你就继续努力每天的工作。你这样就好像是一个小女孩哭着跟妈妈说她没有衣服穿，但是衣柜打开来一堆衣服的感觉。那我回家之后呢，就仔细的去面对我的情绪。为什么我觉得工作很空虚呢？我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学习到新的东西了？还是我是真的喜欢我现在这个工作吗？当我仔细一想，我发现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同样做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有些方法比较快，有些方法比较聪明，有些方法比较慢。那我就发现其实还是有可以进步的地方。第二天我到公司，我没有递出辞职信，但是我跟老板讨论了，我觉得我可以参与的一些新的 project 是什么，我可以帮助的有哪些，我可以学习的新事物有哪些。那后来空虚感就变成了忙碌感跟成就感了。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现在的工作做得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好好想一下，因为人生就只有一次，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挑战的机会，好好的想一下，你有没有发挥到你所有的潜力。那有些人的目标可能是创造自己的事业。那其实我前阵子因缘际会参加了一个女性创业的社群里面呢，有从世界各地来的女性，小至学生，大至可能在家里带着2个孩子的妈妈，或者甚至是退休的人。大家尽管各自生活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们不想牺牲自己原本拥有的梦想，创造自己的事业，小至可能影响几个人，大至可以震撼全世界。虽然遇到困难的例子非常多，但是从困难中坚强站起来的也不少。我们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可能会希望今年可以把英文练好，你的目标可能是希望可以考 GRE， 可以考托福。那我们就来想一下，你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想要有这样的目标？动力可能是可以赚更多的钱，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可能是每天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而且也快乐的事情，可能是想要出国读书，开阔视野。那要怎么样达到呢？升迁的人可能会想说，要拟定一个好的时间跟升迁的计划，来和老板讨论，可以借此了解自己需要进步的地方有哪些，还有需要学习新的事物有哪些。那想要英文变好，可能你就会设定每天
都花10分钟的时间听 CNN10 来增强自己的英文能力。那我自己是希望我可以在发展自己的事业的同时，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些有用的资讯。我希望我可以每一个礼拜定期的发影片，跟你们分享职场上面的一些小 paper， 或者是在美国的生活。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你想我分享的主题哦。我再来有想要分享的，包括有职场上的穿搭，在会议中的沟通技巧，在职场上如何解决困难的窘境等等的。所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哦。再来，我们到了下一个目标，感情。你的目标可能是希望能交到携手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希望能跟朋友有更好的关系，又或者是与另一半降低爆炸性吵架的次数。那为什么这样的目标呢？因为我想要有能分享喜悦的那个特别的人，我想要有归属感，或者是想要跟你的另一半有更好的共鸣。那要如何达到呢？想要交更多朋友，你可能是需要认识更多人，比如说借由交友软体来认识更多人。那其实交友软体我真的可以说很多，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之后分享一下如何有效率的来用交友软体认识另一半。那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有效率的做事方式，不喜欢浪费时间，也用过了不少个交友软体，悟出了几些道理。曾经发生过很扯的事情，但到最后发现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最有效率的来认识别人。我觉得交友软体是真的可以找到爱情，可是是需要用对方法。好，那如果今天你的目标是你希望可以跟朋友有更好的关系，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做到呢？比如说你就是放在行事历上面，提醒自己你每一周都要跟这个朋友来做一次的通话。感情真的是要维系，不然会变得越来越淡。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很多朋友，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朋友是真心你可以跟他交往的来的话呢，那即便是1年1次的见面，也算是一种维系的方式。那如果你的目标是降低爆炸性吵架的次数呢，你达到目标的方法可能是每次在要爆炸之前，先想一下事情的细节，然后这样一直想下去之后，会让你更冷静一些。其实吵架未必不好，可是如果是爆炸性的吵架的话呢，会伤到彼此，所以最好是可以冷静的沟通。用说的其实蛮简单的，但是当你是当事人的时候，有时候还是特别的困难，所以我建议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去叙述你看到的细节。当你在想其他东西的时候呢，你脑袋又会比较冷静一点了。再来最后一个大类别的目标就是享受。人活着干什么呢？就是希望可以享受，可以开心的过每一天啊，可以跟你喜欢的人事物在一起，希望得到那个成就感，希望可以享受。那享受的目标有什么呢？比如说你希望可以和朋友家人出国玩，或者是希望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留给自己更多的相处时间。那动力是什么呢？可能是感到开心，感到幸福，感到充电。那要怎么样达到呢？可能是你要在6月以前存够多少多少的钱才能去希腊玩，又或者是你需要在年初的时候把工作全部做完，这样子你才可以在年中的时候放更多的假期。那我自己是很希望可以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变长，还有跟朋友家人的相处时间变长，所以我今年跟公司买了5天的假期，所以我总共其实是有18天的假期可以用。那再来就是我非常的喜欢泡澡，虽然之前在台湾可能没有那么常泡澡，但是我来美国之后，只要觉得心情不顺或者是身体非常酸痛的时候呢，我发现泡澡对于你心灵跟身体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每次泡完就是觉得软绵绵的，但是精神却非常的好。那泡澡期间呢，我有时候会上我的线上课程啊，或者是去思考一些比较深层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只有我跟我自己而已，可以比较专心的想事情。那以上就是5个大类别，你现在因为都有写下来了，所以你知道你2021的目标是什么。当然啦，我们都是人，都会有累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中间遇到不顺遂的时候，记得拿起你的笔记本，看一下你之前为你自己定的目标，看看你的动力是什么，看看为什么你定这些目标。然后你要记得，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朋友家人，你可以适时的与他们释出求救信号，这样子你就能重新的走向你的
梦想之路。希望2021年呢，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过更成功的一年。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订阅、开启小铃铛、like。布丁药师和你下次再见喽，拜拜。